AI 在生活中已经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了，他们能写文章，能分析数据，能帮我们进行沟通，很多时候就像一个聪明的数字助手。相信你也一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聊着聊着，感觉 AI 就已经忘记了之前和你说过的话，它失忆了。听着，它失忆了。既然有失忆，那么 AI 必然有记忆。AI 的记忆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目前的大模型记忆主要有3种。第一种，模型网络记忆，也被称之为参数记忆；第二种是上下文窗口记忆；第三种就是外挂的这个记忆库。我们一个个来了解它们。第一种，模型网络记忆，也就是参数记忆，它被称之为大模型的长期记忆。这是指大模型在训练阶段，通过阅读大量的文本资料、网页、书籍、代码等数据，这些记忆沉淀在了大模型的网络中，这一些是它的知识记忆。这些知识被编码在模型的参数中，也就是数以千亿计的权重和偏值的数值。比如，模型会记得美国总统是拜登，假设它的训练数据停留在2023年的话，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水的沸点是140度，孙悟空是要去西天取经的，糖果超甜是一个女团组合，数学里1+1是等于2，写作的时候要先写标题，类似于这一类的知识，他去了解世界的常识，你不需要告诉他，他自己就知道，他会根据这一些知识自动去做推理和判断。这就像人大脑中的一些长期记忆和一些被训练为本能的技能，就像走路、说话，我们能识别图案，能认识朋友，这些记忆有以下特点：它是默认的记忆，模型训练好之后就已经记住了，不需要你提供任何信息，你跟它交流的时候你不需要问，直接输入它就知道。第二个是这些记忆它是没有办法实时更新的，即使你告诉大模型美国总统已经从拜登换成了川普，它的网络记忆也就是参数记忆也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还是记住的美国总统是拜登。第三个特点是这一部分记忆是固化的，很难改写，想要改动它的某一条知识需要重新训练或者进行手术级别的参数调整，在这个参数调整的时候就非常困难了，因为一个参数它并不是只负责一个事情，很容易出现你改了一个地方，你希望他知道美国总统已经换成了川普，但是你把这里的这个参数改了之后，他记住了这个美国总统是川普，但是同时他就忘记了数学的1+1等于2，导致他的本能错乱，牵一发而动全身。除非我们对整个大模型内部神经网络机制特别的清晰，能知道每一个参数修改带来的后果，进而进行这些手术刀级别的这个改动。当然，这些网络记忆无法像便签一样随便修改，但仍然有众多的科学家目前在研究如何给大模型做这种精确的脑部手术，通过调整大模型的参数，插入、纠正、删除它的这些参数记忆。主要的研究方向有3类，第一类是精确定位之后再进行信息编辑，在这一个赛道上有知名的 Rank One Model Editor。然后第二个方向呢是进行神经元和模块级的外科手术，也就是找出模型中控制某类知识的知识神经元，然后进行模块级的干预。第3类呢是用超网络和元学习生成小而精准的参数改动，用另外一个神经网络超网络输出要怎么来调整记忆，如何去修改当前网络的参数。这几个方向啊都有一个前提，你必须能接触到大模型和 AI 的底层参数，你才能进行编辑。大多数在这个第一步就直接被干掉， ChatGPT 的参数可是不会告诉我们的，也不会允许我们进行编辑，所以大多数人能接触到的记忆是下面这一种上下文窗口记忆。什么是上下文窗口？你每次与大模型对话时，实质上都是在一个一个的窗口中，它并不是记住了你所有窗口的对话，而是只看到当前窗口的聊天。这个窗口可以理解为 AI 当前注意到的信息范围，它是 AI 此时此刻所看见的世界，对模型的行为有最直接的影响。即使模型网络记忆记住的美国总统是拜登，但是你在上下文窗口中直接告诉他2025年美国总统已经换成了川普，然后你问他2025年美国总统是谁，他会告诉你是川普。如果你没有说任何刚刚这样的背景信息，只问他2025年美国总统
统是谁，那么他又会回到网络记忆中，用自己大脑中记住的来告诉你这一个答案：美国总统是拜登。那具体他记住的什么，其实取决于训练阶段他学到了哪些东西。类比于现实生活，他就像一个新入职的员工，虽然在学校里面学过了很多知识，这些知识就是他的网络记忆，但是领导现在说这个事情按照我的流程做，那当然这个新员工会按照领导的要求去执行。他并不是真的忘记了在学校里面学的知识，而是更关注领导当前说的内容。领导当前说的内容就是这个上下文窗口，也就是大模型此时此刻看到的世界。不过你需要特别注意，大模型是不能通过上下文窗口去学到信息，从而改变网络参数的。换句话说，上下文窗口无法修改大模型的网络记忆，更改不了它最底层的参数。就算你连续对它说100次2025年的美国总统是川普，他也不会真的记住。只要你新开一个聊天窗口，他立即就会忘记这些信息，从而又说脑子里记住的2025年美国的总统是拜登。以刚刚那个新入职员工的这个例子，领导告诉他按我的做，他会照做，但这并不代表他真的忘记了他在学校里学到的这一套知识，也不意味着他通过按照领导的做学会了新东西，可能他只是临时配合你而已。转眼到下一个不同场景的问题，他又按学校里面的那套流程做了。所以上下文记忆它其实是一种临时性的、非持久的调节大模型记忆的一个手段，这并不是一个学习机制，只能临时的影响它的行为，不能改变它的内在记忆。那基于这个理由来看，上下文窗口记忆能被称之为记忆吗？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上下文窗口只是当前输入内容的一部分，不是存储在大模型脑海中的长期记忆。但在窗口足够长的情况下，内容足够多的情况下，它表现出来确实就像人类的一种短期记忆。上下文窗口现在有128K， 有2000K， 这种状况它可以塞下一本哈利波特的全集，它可以记住几个月前和你聊天的信息，你吩咐他的事情，只要你没有更换这一个聊天窗口，看上去就像他真的记住了内容。这就像在考场，考生走进考场的时候，手边摆着一页小抄，这个小抄写满了你跟他的所有聊天，所以他看到了能记住。你一旦更换新窗口，他就记不住了。但确实上下文窗口记忆表现出来，它就像一种记忆。理论上来说，你可以把希望大模型记住的所有事情都放到这一个小抄里面，放到它的上下文窗口里面。这样的话，大模型和你交流的时候，它能记住你希望它记住的所有事情。听起来很完美，但是这个小抄它是有限的。GPT-5 的上下文窗口能到2000K， 但依然是有限。2000K 相当于一本600到700页的中英文混合文档，看起来不少，但对于真正复杂的多轮对话、跨文档搜索、知识整合来讲，远远不够用。尤其在目前企业级的这个应用中，光一个产品说明书加3轮历史对话加用户反馈，可能就逼近了这个极限。上下文窗口的长度限制本质上是因为大模型 Transformer 架构中注意力计算上计算复杂度的增长是随着输入长度呈平方级增长，输入越长，计算的压力越大，所以它的这个注意力没有办法无限的增长。这就像人一样，你不能同时处理10页的资料、5个人的讲话、6段视频内容，大脑会崩溃的。大模型也是一样，它的注意力是稀缺的资源，不可能无限拓展。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想让 AI 永远记住一些事情，但上下文窗口又放不下，我们又不能去更改大模型的参数，那怎么办呢？这就要聊到我们说的第3种记忆的方式，外挂的记忆系统，让 AI 拥有了真正的长期记忆能力。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